塔利班、盖达、伊斯兰国，当年骇人听闻的911事件，还有接二连三的自杀炸弹攻击，以及最近莫斯科音乐厅的恐攻。这20年来，即使美国展开全球反恐战争，但极端组织带的恐惧却还是不断蔓延。这些极端组织为什么会在中东这块土地上诞生？中东的阿拉伯人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冲突与纷争，让部分国家从此视美国为仇敌呢？国际为什么？我们为你解惑一个难解的国际现象究竟从何而来？今天想跟你聊聊，在欧美大国干预下的中东，如何层层催化极端主义，最终展开玉石俱焚的恐怖行动。这集我们一样会分成4个小节来讨论。先是列强插手中东，接连产生内忧外患，后有美苏角力与伊拉克惹事，最后竟意外导致极端组织崛起。故事可能有点难，但是依旧精彩。让我们先来回顾上集聊到的中东瓜分问题，来聊聊为什么远方的列强都想插手中东呢？在开始讲极端主义兴起之前，我们想先跟你聊聊中东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让列强们不惜大动干戈都想占有这块土地呢？中东不只是石油的重要产地，作为连接欧亚非的中心地带，自古以来更是航运、陆运、贸易往来的关键枢纽。因此，对于各国来说，掌握中东不只可以影响石油出口，更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还记得上一集我们所提到近代应许之地的纷扰源头是来自于英国吗？如果还没看过上集的朋友，欢迎点击左上方的资讯栏来收看哦。今天我们则是要将视野放大到整个中东地区，继续延伸来谈谈这些西方大国究竟是怎么把手伸进中东，最终引发极端组织的崛起。时间拉回到20世纪初期，在一战期间，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加入同盟国阵营，与英法俄等国组成的协约国对抗。其中，英国为了击溃鄂图曼帝国，进行了一连串非常不道德的外交行动，还签署了塞克斯皮科协定，把鄂图曼帝国瓦解后的中东土地同时许诺给3个对象，分别是犹太人、阿拉伯人跟法国人。根据研究指出，英法等国在中东的瓜分几乎是一场殖民运动，因为协议的内容都是有关重要港口、贸易路线、铁路兴建与石油利益的分配。不过，这样的情况也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主导中东瓜分的英国，后来国力在2战期间被严重耗损，再加上瓜分问题失去民心，让他们越来越无法发挥影响力，因此在2战后逐渐退出中东舞台。然而，英国人就算离开了，但他们捅出来的烂摊子，好比说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领土之争，这些事还是要有人收拾。所以在2战之后，中东乱局的责任就转嫁到了主导联合国运作的美国身上。好，关于列强的权力移转，我们先说到这里。这边想先带你关心一下阿拉伯人的处境。看着列强们都想来抢土地，那身为地主的阿拉伯人究竟又是怎么想的呢？这边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中东人民的心路历程。当年阿拉伯人会透过大革命去推翻鄂图曼帝国，是因为英国承诺可以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但到头来却发现被英国欺骗，导致中东的阿拉伯人开始出现一股反殖民、反犹太复国、反西方帝国主义的情绪，产生了对各方都感到失望与不信任的情感，进一步加速中东地区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兴起。时间很快来到2战后，随着欧洲列强陆续撤出，许多中东国家得以独立建国。然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中东因为石油的大量发掘与优势的战略位置，使列强们都虎视眈眈，想继续在这块沃土拉拢盟友，获得利益。因此，让2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秩序，也就是美苏冷战的局面，也被延续到了中东地区。所以接下来，我们先用外患的视角来谈谈美苏冷战是怎么把伊朗跟阿富汗推向极端组织的怀抱。好，前情提要的部分结束，接下来是我们的重头戏，要为大家来抽丝剥茧、混战一团的中东局势。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里说到的中东范围，大致上会包括叙利亚到阿富汗、整个阿拉伯半岛，还有部分北非地区，也就是跟伊斯兰世界高度重叠。这些中东国家除了美国的重要盟友沙地阿拉伯、科威特，还有跟美国形同水火的伊朗，以及被美国军事介入而一团乱的伊拉克、阿富汗跟叙利亚。从我的描述中，相信大家就可以观察到，
中东各国最大的共通点，除了都信奉伊斯兰教之外，背后都可以找到美国在指手画脚的痕迹。在大国利益与种族教派的拉扯下，导致中东陷入战火不断的局面。当然，美国的介入也不是没有代价。我们常常听到的极端组织，像是阿富汗的盖达组织、塔利班、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甚至是发动震惊全球的911事件主谋宾拉登，都是美国介入中东，认为伊斯兰世界被威胁的情况下诞生的。也就是说，美国老大哥为了石油和对抗苏联而插手中东事务，反而成为极端主义的起源，最后自食恶果，全面反扑美国。美国的介入如何改写近代中东局势？为什么跟极端主义的发展有关？我们把这个问题用内忧外患的概念来进行分类。中东不只有犹太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之间种族纷争的内忧，欧美大国都想来抢利益的外患其实更为关键。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有2个深受外患影响的国家，使他们后来分别成为极端组织的军火供应商，还有藏身地，也就是伊朗跟阿富汗。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形成2大势力的全球对抗，开始在中东拉帮结派。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像是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因为对英国存在强烈的反感情绪，所以这些国家打着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选择跟苏联结盟。而美国这一边，为了防堵苏联的共产势力向外扩张，决定组成反共的围堵阵线，继续拉拢剩下的中东国家，选择跟沙地阿拉伯、约旦和伊朗这些国家结盟。你没听错，伊朗跟美国在冷战期间是同盟关系，而美伊关系的恶化是中东局势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平常有在关注国际事务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近年来处处跟美国作对，并在背后支持各国武装分子发动攻击的，不就是伊朗吗？是什么原因让这对曾经交好的盟友撕破脸，使伊朗从此走上反美之路呢？伊朗在2次世界大战一直都维持着中立国的角色，但因为二战期间不肯与德国切断联系，1941年竟然惨遭英国与苏联的入侵，还被占据了波斯湾沿岸的重要石油产区以及亚塞拜然的战略要地。在国际现实上，由于伊朗实在没办法跟已经杀到家门口的英苏2国抗衡，才必须选边站，靠向美英苏的同盟国阵营。所以当时的伊朗与其说是亲美，更像是不得不与美国结盟。在美国的扶持下，当时的伊朗国王巴勒维不只巩固了君主政权，也获得许多军事、经济上的协助。但其实国王自己知道，依附美国是现实所需，因此为了让伊朗尽快成为世界上有竞争力的泱泱大国，不再受列强钳制，巴勒维决定改变国家浓厚的宗教色彩，推动现代化政策，例如废除伊斯兰历法，让妇女拥有投票权等。但是在这一连串的改革中，他却忽略了伊斯兰文化对伊朗传统生活的重要性，并衍生出许多贪腐与弊案。面对异议人士不满，巴勒维不止没停手，更以爱国意识为借口干预政党政治，打压政敌，最后引发社会大规模的罢工、示威抗议，爆发伊朗革命。而正是在伊朗革命里出现的一位关键人物，改变了伊朗的命运，他就是何梅尼。何梅尼这位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领袖，是造成伊朗政治转向反美的重要推手。1979年，这个近代中东局势变化的关键时刻，当伊朗国内对巴勒维的不满情绪近乎失控，全国几乎呈现无政府状态的时候，何梅尼借由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成为伊朗革命的领袖，巴勒维王朝正式被推翻。此外，由于国王巴勒维对美国比较友善，何梅尼更借机把国内单纯的反对巴勒维情绪与反对美国画上等号，让长期对英国充满敌意的伊朗人在一连串的事件后，将怒气转移到美国身上，从此把美国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1979年的伊朗革命对近代伊朗造成深远的影响，不仅是因为何梅尼个人的宗教主张，把伊朗从一个原先亲西方世俗化的君主国家，变成伊斯兰教色彩浓厚的政教合一国家，更是冷战时期美国最重要的中东盟友伊朗，从此成为中东地区最敌视美国的国家。这种敌对的情绪一直都没有缓和。美国军情单位从1984年开始指控伊朗持续在伊斯兰世界资助激进组织对抗美国，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阿富汗塔利班都有获得伊朗的武器或资金。
美国从此把伊朗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甚至在2002年，前美国总统小布希的国情咨文也把伊朗、北韩跟伊拉克称为邪恶轴心。不止如此，在如今美国眼中，伊朗造成的威胁不只是资助极端组织，也跟他们可能具备核武能力有关。伊朗的核问题源自于美国曾经协助发展能源用途的核技术，殊不知在核媒体掌权后，美国却反过来指控伊朗将规避国际监督发展核武，对外宣传伊朗有多邪恶。这样说下来，相信大家便可以明白为何伊朗如今会成为美国的死对头。即便伊朗到目前为止都是透过资助别人的代理人战争来对抗美国，也还没有成功制造出美国口中的核武。但美国与伊朗间的关系已无法再回头，伊朗成为隐身在中东局势背后对抗美国的一股力量。امریکا و شورای امنیت مطمئن باشند که ایران کشوری نیست که با قطعنامه‌های زورگویانه شما عقب نشینی کنه و بخواهید با این ملت با زبان زور صحبت کنید بدانید که عکس العمل ملت بزرگ ایران آنچنان شدید خواهد بود که دشمن برای همیشه پشیمان خواهد ش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另一个受到外患影响的国家——阿富汗。大国角力不止撕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美国在阿富汗发动对抗苏联的代理人战争，更意外培养出塔利班跟宾拉登这些极端主义分子，不但在中东弄巧成拙，还在往后数十年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最后出现911事件的悲剧。阿富汗在2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卷入战火，到冷战期间，阿富汗也一直是美苏双方想拉拢的对象。直到1978年，在苏联的支持下，当地激进的革命派推翻阿富汗政府，建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使苏联拿下扩展中东影响力的一大胜利。但苏联也没能开心太久，因为他们原以为可以扶植一个亲苏的政权，但是这个新的阿富汗政府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当苏联的小老弟。因此，同样在1979年，在隔壁的伊朗发生革命时，阿富汗也经历了一场政变，最后由反对苏联的阿明成功掌权。这个剧本外的发展引起苏联不满，决定出兵阿富汗，引发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为了抵御苏联，阿富汗许多武装团体组成圣战者反击，甚至招募周边的阿拉伯人加入。但阿富汗武装团体与苏联实力相差悬殊，所以英美等国主动资助这些圣战者对抗苏联。圣战者甚至还派出代表在美国白宫跟雷根总统会面。但讽刺的是，这群在过去反抗苏联并受到美国援助的阿拉伯人圣战者中，也包括后来策动911事件的盖达组织宾拉登，以及阿富汗塔利班创始人欧马。这场长达9年的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虽然最后圣战者们的确是受到英美的援助而获得胜利，但其实他们也明白，这些西方国家并不是真心想帮助中东，而是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这些援助主要是想对抗苏联，并非无条件的支持中东，因此酝酿了阿拉伯世界对美国插手中东事务的不满情绪。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圣战者虽然不再是美国的代理人，但也无力管理整个国家，甚至之后还爆发一场内战，导致伊斯兰武装组织塔利班趁乱崛起。塔利班在1996年到2001年在阿富汗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也在911事件发生后，不顾联合国的多次要求，为宾拉登和盖达组织提供庇护，使阿富汗成为美国911事件后发起的全球反恐战争中第一个被美军攻打的国家。不止外患屡屡干涉，中东内部其实也产生了矛盾，所以在这段我们来谈到伊拉克是如何惹事，使美国借波湾战争华丽登场。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中东有够复杂呢？这一集故事很长，要说清楚真的不容易。谢谢你听到这里。当初讨论要写中东议题，我们制作团队就有心理准备，这会是一个大工程，才决定分成上下2集来处理。上一集是亲兄弟争家产，这集则是内忧外患。我们希望尽可能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理解中东地区独特的宗教、种族与政治冲突。喜欢的话，欢迎将这支影片分享给你对中东议题有兴趣的朋友，一起看看哦。好，在稍稍喘口气后，我们回到刚才的故事里。前面我们提到，美国改写中东局势，导致极端主义崛起，
有分成内忧跟外患两个概念。在介绍完伊朗跟阿富汗的外患之后，我们来聊聊内忧的问题。这一切都围绕在后来被美国推翻的伊拉克独裁者海珊身上。下一段让我们从海珊对伊朗和科威特展开的战争来说起。也正是因为伊拉克在中东内部惹是生非，让一直隐身在背后的美国不得不华丽登场。在伊朗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的1979年，伊拉克也发生了一桩影响中东局势的重大事件。这里必须提到一个你可能也听过的名字，就是海珊。拥有军人背景的海珊原先是伊拉克副总统，后来发动政变成为总统。由于海珊个人有着强烈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认为阿拉伯世界应该团结起来，摆脱外界势力影响，以及他十分渴望自己能成为中东的老大，所以在他上台后的第2年，就跟隔壁的伊朗发生冲突。伊朗跟伊拉克这对老邻居看不顺眼也不是1天2天的事，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打起来呢？伊朗跟伊拉克看起来很接近，但是从内到外都非常不一样。种族上，伊朗是波斯人，伊拉克是阿拉伯人。宗教上，两国虽然都是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占多数，但在伊拉克掌权的却是逊尼派，而且两国边境的领土从鄂图曼帝国瓦解后就存有纷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继续深入引爆两国冲突的关键点，也就是宗教。什叶派跟逊尼派其实两边最大的差别不是教义，而是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谁才有正统资格来领导伊斯兰世界的问题。关于正统性的讨论，什叶派主张是要跟穆罕默德有血缘关系的人才有资格，但逊尼派则认为不一定看血缘，有能力的人都可以是领袖。伊朗跟伊拉克这两个都是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逊尼派的海珊在伊拉克成功掌权，但隔壁的伊朗却由什叶派何梅尼主导政局。海珊担心境内的什叶派可能会受到鼓舞，推翻由他所领导的政府，才会决定在1980年以两国长期存在的边境领土纠纷为由，派兵攻打伊朗，爆发两伊战争。两伊战争持续了9年，虽然最后没有造成两国边境领土的变化，但常年战争劳民伤财。伊拉克旁边的科威特提供140亿美元的贷款给伊拉克当军费，没想到伊拉克战后缺钱，两国的还款协商一直没有下文。在这样的情况下，意外的事发生了，伊拉克还不出钱，竟然直接把科威特打下来。海珊的军队在1990年8月2日越过边境线，并仅仅用了1天的时间就占领整个科威特。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的举动几乎引来国际上的一致谴责。联合国安理会迅速召开会议，要求伊拉克撤军。由于伊拉克对周边国家惹是生非，不断制造内忧，这次占领科威特更是踩到了美国的底线，让一直以来担任中东藏镜人的美国不得不亲自登上舞台，派遣美国海军舰队前往波斯湾，展开波斯湾战争，并在沙烏地阿拉伯部署美军。美国这次之所以出手，除了是履行保护盟友沙烏地阿拉伯的责任，避免受到伊拉克战火波及，更重要的还是基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而在美国出兵后的第2年便取得军事胜利，顺利协助科威特复国。这场由中东内忧升级的波斯湾战争意义深远，因为这是美国第一次从中东局势的幕后走向台前。从扶持伊朗亲美政权、支持阿富汗与苏联战斗，还有在两伊战争曾军援伊拉克，美国的主导势力一直在悄悄渗入中东。然而，直到波斯湾战争爆发后，美国才决定直接以军事手段介入，还在当地驻军，使中东正式进入由美国全面主导的时代，连带引起阿拉伯世界极端主义的快速崛起。We're gonna stand our ground. We're gonna do what's necessary and do the right thing in order to keep the peace necessary. It is at the top of my agenda to make sure that we continue to contain Iraq so that it does not develop the kinds of weapons that it is trying to develop. We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the last 10 years of keeping him from developing those weapon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be successful. 然而，美国的驻军以及列强为了巩固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往往忽略了中东内部民族、领土以及教派之间的微妙差异。缺乏对当地复杂社会背景的理解与尊重，使部分人民对于西方世界的不满来到高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成立盖达组织的宾拉登。
宾拉登对于美国美其名是维护区域稳定，但实际还是为了巩固自身利益的驻军行动感到非常不满，认为基督世界的军队竟然在保卫伊斯兰世界，不止让他对允许驻军的沙特阿拉伯失望，也一步步铺垫了之后骇人的911事件。来到最后，我也整理中东的内忧外患如何造成极端组织遍地开花，导致美国自食恶果。在上面一连串内忧外患的分析中，我们有好几次提到的极端主义、宾拉登、塔利班、伊斯兰国这些名词，所以最后这一段我们就来讲讲大家最难搞懂的极端主义到底是怎么从混乱的中东局势逐渐浮上国际舞台。这里的起点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1967年的第3次中东战争，也就是6日战争。这场以色列跟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闪电战，以色列取得压倒性胜利，加上以色列持续屯垦侵占阿拉伯人的土地，让阿拉伯人开始对当时的政府失望，觉得按照传统的政治路线看不到阿拉伯人的未来。再加上从1979年荷梅尼催生出的伊朗反美立场，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代理人战争，到1990年波斯湾战争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并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中东，这些都让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认为穆斯林世界将逐渐走向瓦解，这些不满的情绪都成为极端主义养分的来源。最后在1993年美国主导的奥斯陆协议，极端组织的不满来到了临界点。虽然这份协议是想推进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和平进程，这等于承认以色列合法在阿拉伯人居住上千年的土地上建国，对数十年来为了土地跟以色列交战不断的阿拉伯人来说情何以堪。于是这些长久累积的历史纠结与不满，在21世纪初对美国展开最猛烈的反扑。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遭到恐怖袭击，造成纽约地标双子星大楼倒塌，夺走2996条人命。这起恐攻让美国的中东政策，甚至是整个外交决策体系都出现重大转向，就是著名的911事件。主导911事件的宾拉登，他在1988年成立盖达组织，目的是消灭任何入侵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国家，建立一个纯正的伊斯兰国度。因为价值观接近而获得塔利班的窝藏，长年以来躲在阿富汗发展。而我们前面提到，宾拉登最早曾参加美国支持的阿富汗反苏联战争，却在波斯湾战争对美国驻军表达强烈不满，加上他认为奥斯陆协议罔顾阿拉伯人的立场，最终让宾拉登决定发动这起攻击。说到这，相信大家就可以大致理解中东极端主义背后那复杂的成因，除了有地区内部的政治压迫、族群矛盾之外，外部势力的介入，尤其是美国对中东的政策与行动有密切关系。二战后，从美国主导联合国把巴勒斯坦分给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协助阿富汗对抗苏联等举动就可以发现，美国对中东的政策核心是破碎化，藉由催化中东内部的各种矛盾，避免出现单一的区域强权。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将中东政策转向为全球反恐战争，第一枪就开向当时收容盖达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目标是推翻塔利班政权与铲除极端组织。此外，美国也在2003年发起伊拉克战争，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希认为海珊主导的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和盟友产生威胁，必须给予打击而出兵伊拉克，最终使海珊的狂人政权垮台。铲除极端主义，推翻伊拉克海珊，美国的反恐战争就这样打了10年，但最后竟然打出了一个恐怖主义国家伊斯兰国。2003年，美国推翻海珊政权后，伊拉克政局的权力真空，让一群本来依附在盖达组织的势力得以发展，那就是伊斯兰国。想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让所有人成为正统的穆斯林，反对欧美干预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国，不止在伊斯兰世界攻城略地，甚至影响欧美地区的穆斯林，透过网络宣传进行洗脑，让他们在欧美各国频繁发动孤狼式恐怖攻击，报复西方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并把殉教当成至高无上的荣耀。例如2017年，英国国会大厦外，一名男子开车冲撞行人，又刺杀国会警察，造成6人死亡的悲剧。有不少研究指出，正是从伊斯兰国成立之后，伊斯兰极端主义
透过网络被传播到了全世界，进一步影响西方国家的安全。أعتقد أن هناك بوادر اتفاق بين عناصر داعش وبين عناصر القاعدة على نقل عملياتهم إلى أوروبا كاستراتيجية بديلة ل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والعمليات التي تشن عليهم، لكن لندن الآن هي قاعدة كبرى للكثير من التنظيمات المتطرفة، كثير من التنظيمات المحظورة داخل دولها، وبالتالي أن تكتوي لندن بنيران أصولية أعتقد أنه قد يكون نتيجة منطقية لسياسات كثيرة اتخذت من قبل。接续上集讲一举之地，在看完今天这集之后，对于中东战争，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吗？走过1000年，中东战火还在持续，如今所有内忧外患的冲突矛盾，可以说是具体汇集在叙利亚内战当中。这场从2011年开打至今的战争，各方势力各有盘算。叙利亚反抗军主要是趁着阿拉伯之春的浪潮，想推翻有俄罗斯撑腰的独裁者阿萨德。但由于叙利亚紧邻伊拉克北部，所以伊斯兰国趁着混乱，也把势力扩张到叙利亚境内。美国则是以反恐战争的名义，支持叙利亚反抗军攻打伊斯兰国，等于从内到外汇聚了所有中东的矛盾，并连带产生难民危机，影响欧洲。说到底，在中东这块土地上诞生的塔利班、盖达、伊斯兰国这些美国口中的恐怖组织，他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想避免外来基督文明造成原有文化的威胁，想自主建立真正的穆斯林国度。如今基督教世界的领头羊就是美国，因此才会让所有的行动都是针对美国而来，从此把美国深深拖入中东的泥淖之中。但换个角度想，如果这些列强大国打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手伸进中东，让这块自古以来就是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多元的土地自行发展，或许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历史悲剧。这样看来，世界的乱源到底是中东，还是这些欧美大国呢？国际为什么？我们下次见。终于，总算把中东故事尽可能完整的说明了一次。从一举之地之争、美苏角力、波斯湾战争到伊斯兰国的出现，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段落是哪一个呢？希望看完国际为什么的解说，有帮助你理解中东复杂的地缘政治。想要更搞懂中东议题的来龙去脉，也欢迎大家点击资讯栏连结，把上集的国际为什么再复习一次哦。感谢大家对国际为什么的喜爱与支持。我们有看到观众用 #琪琪跟你说留言想看的主题有非洲与亚洲殖民后遗症、海地政治与双亚议题。谢谢你们的建议，我们会将这些加入日后的选题考量。欢迎大家继续用 #琪琪跟你说来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与想看的主题。喜欢的话，别忘了按下你的赞与订阅。最后要大大感谢每一位付费支持我们的频道会员，特别是每一位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有你们支持，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